欢迎收看快乐故事会，精彩故事现在开始。出差回来，我在男友车上发现了一根女人头发，金黄色微卷，死死卡在车窗缝隙里。不难想象是怎样激烈的场景才会让这根头发出现在这么不合常理的地方。深夜霓虹，机场渐渐变得空荡起来。我看了一眼时间，凌晨3点半，张颖迟到了足足2个半小时。早在昨天，我就通知了他航班时间，他也满口答应会亲自来接我。在我等第1个小时的时候，还能为他找借口说他是公众人物，可能想要避开航班降落后的人群密集期。可现在2个半小时过去了，即便是爬也该爬到了。我再次拨出一个电话，对面是始终不变的关机。呵呵，我扯出一抹笑，猜测到底是什么样的事情牵绊住了张颖呢？又过了半个小时，张颖终于姗姗来迟。他足足1.88米的身高，穿着简单的白 T 牛仔裤，跑向我时还露出一截精瘦的腰身，看起来和我第一次见他一样，是个清纯大男孩。但我知道他还是变了，从地下名不见经传的酒吧驻场到小有名气的偶像歌手，他的心态已经不一样了。芳姐，张颖接过我手中的行李，语气很是抱歉，我睡过头了，你没生气吧？看吧，现在连个像样的借口都不会找了。我没搭理他，直到看见了他今天开的车。怎么开了这辆？张颖呐了一声，不太自然道：我想着你出差回来应该很累了，所以选了空间大一点的，你好在路上休息一下。是吗？我挑了挑眉，率先上车，没有坐在副驾驶，这是我的习惯。之所以会问张颖，是因为这辆车是公司配给我的。张颖之前很是嫌弃，因为它既不名贵也不豪华，加长的车身还显得高调。唯一的优点就是空间大，大到躺2个人也不成问题。上车后，张颖一个劲催我睡一会，他可能不知道自己此时的神态有多么此地无银。我让他打开了音乐，不动声色打量着车内，企图找到点什么蛛丝马迹。事实证明，纸包不住火，还真让我找到了。左侧车窗的缝隙里卡着一根女人头发，金黄色微卷，不属于我的女人头发。我将它从缝里拔出来，不禁猜测是一种怎样的情况才会让本该去机场接我的张颖载了另一个女人，还让对方把头发卡在了车窗里。忽然，我又看到了右侧对称的小半个脚印。看来答案已经有了，怪不得张颖会选择这辆空间大的车。只是他明知道我今天回来应该有所收敛才对，我想他应该很喜欢那个女人，才会在他的怂恿下关掉手机，找了一把刺激。这是那个女人对我的挑衅，也是张颖不忠的铁证。芳姐，张颖突然开口，什么事？我想要个资源。说完这句话，张颖从后视镜看了我一眼，看起来颇为忐忑。我却没忍住笑出了声，问他：你想要什么资源？就是我听朋友说起香蕉台要做一档综艺，现在在找常驻 MC。 香蕉台的常驻我没有看他，而是打开了车窗。凭你现在的咖位，除非我收购了香蕉台，否则你觉得有戏吗？那不是常驻，做飞行嘉宾也行。张颖立刻改口，我看着他没有说话。一直以来我都很是骄傲，因为张颖是我一手调教出来的，我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他，就是害怕磨掉他身上那股子懵懂纯真的劲。可现在这个我倾尽心血打造出来的作品，被另一个女人划了一道。张颖刚刚先是说一件我办不到的事，然后再退而求次说出他真正的目的，这是很经典的话术，只是不该从他嘴里说出来。他不该如此市侩，不用想也知道是那个女人教他的。张颖还在等我的答复，我却闭上了眼睛，至少此时我并不想和他说话。我叫方瑶，是一名职业经纪人，带过的艺人没有几十也有10几。3年前，我在一家酒吧遇见了张颖，那时候他还没有大学毕业，在做驻场挣学费。我被他的眼神和气质吸引，觉得他不该属于地下，他在我的手里可以上升到一个所有人无法想象的高度，所以我签下了他。签约第2年，
我在酒会上喝醉，他为我挡酒，又将我带回酒店，我们稀里糊涂到了一起。转过天，他跟我说：“芳姐，我是真的喜欢你，从来没有人像你这样对我好，我也想对你好。”他耳朵通红，说话也有点结巴，像是急于证明什么。我被他逗笑了。就这样，我们成了见不得光的情侣。在许多个不敢开灯的深夜，我们纠缠在一起。我视他为珍宝，即尽可能雕刻打磨。我为他请了许多大牌御用的礼仪老师和造型师，带着他一个个去认识时尚品牌，就为了以后能给他谈这方面的合作。为了打造他的第一张专辑，我几乎喝成胃穿孔，不知道洗了多少次胃，终于搭上了业内赫赫有名的制作人。我就这么将他一步步推向台前，他也争气，第一张专辑算是小爆了一下，出了圈。这3年来，我在他身上花的金钱和时间无数，如今该是他回报的时候，他却回报给我一场出轨。可惜他忘了，我能捧他上神坛，也能亲手将他砸个稀巴烂。不过到底是我的作品，我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后面几天，我都没怎么搭理张颖，至于他想要的资源，我也没当一回事。他问了我几次后，就不敢再问了，时不时在我眼前晃悠2圈，便招法哄我开心。我的圈外闺蜜劝我去查查那个小三是谁，尽早解决掉。我觉得没必要，在我和张颖这场恋爱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只能是我，所以我不会做这么掉价的事。况且圈内的绯闻又能藏多久呢？这天，公司新签了一批艺人，让我去挑。我一眼看中了一个男生，宋文白，他和张颖眉眼有些相似，却更加干净。我只要了他一个，并给了他和当年张颖一样的待遇。当晚，张颖喝得醉醺醺地敲开我的房门，红着眼睛问我为什么？什么为什么？那个宋文白，为什么？你给他请了和我一样的老师。我把人拉进屋里，点了一根烟，他是个好苗子，身段和嗓子都不错。张颖低吼：“所以你就看上他了是吧？那我算什么？方瑶，你别忘了我们现在在谈恋爱。”我忽然凑近他闻了闻黑鸦片的味道。张颖，越界的到底是谁？你我心知肚明，你也不必前脚从别的女人床下来，后脚到我这表忠心，太廉价了。张颖像是被踩住尾巴的猫，脸色瞬间煞白。他拽着我的手：“芳姐，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不是的，是不是有人和你说了什么？”“好，你说，我听着。”张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最终也只是无力地问了句：“你生气了吗？”因为他知道，不论说什么都只会让我更失望，睡过了就是睡过了，抹不掉的。第二天，我前脚刚停了张颖的2个通告，后脚就有狗仔联系我说有张颖的好料。不出意外，是他和一个女人深夜进出酒店的图片。狗仔的技术不错，虽然只是背影和侧脸，但还是能看出来那是一个有着金黄色微卷长发的女人。车后座的女人。我把事情交给了助理，没有半点拖泥带水的掏了100万买回了这些底片。公司上层知道了这件事，让我找女方谈谈，省得以后爆雷。很快就在圈里找到了这号人物。令我没想到的是，对方只是个18线模特，所以不存在张颖攀高枝的可能。不是往上爬，那就是真爱了。这更难办。女人叫丽丽，没有经纪人，所以我直接给她打了电话。听见我是谁后，她嘲笑出声，说道：“我听张颖说过你，一个又胖又老的丑女人，你知道吗？”张颖和我说，每次和你上床都像在受刑。没猜错的话，你们应该很久没有那什么了吧？我告诉你，那是因为张颖答应我，以后只和我一个人在一起。哦，对了，上次去机场迟到也是因为我要是你就早点放手，也不看看你是什么样子，还死扯着张颖不放，段位太 low 了。这是听完这些话后，我脑子里唯一的想法。没等我问什么，他就全都自己招了。见我半晌没说话，他问我：“你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再次介绍一遍，我是张颖的经纪人方瑶，想和你聊聊。丽丽张口就说：“我和你有什么好聊的？别急，可以先看看我在你邮箱里发的东西，
再做决定。说完这句话，我就挂断了电话。后台录音的文件也自动保存到了云端。只是还没等到丽丽给我打电话，张颖就找了过来。芳姐，你都知道了？知道什么？我是一个又老又胖的丑女人。我细细打量着张颖，没想到我一手打造出来的自认为还算不错的作品，审美也不过如此。张颖没吭声，过了一会才说：“你不生气吗？”我为什么要生气？张颖神色和平常有些不一样，细看藏着些许癫狂。我背叛了你啊！我和丽丽睡了，你不生气吗？我淡淡道：“没什么好生气的，要不是这次狗仔舞到了我面前，我甚至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张颖脸色惨白，我还以为你停了我的资源，是因为气我和丽丽在一起，有这方面因素吧？听见我的话，张颖眼神好像亮了一些。我继续道：“毕竟你是我带出来的，可你却不肯听话。我不得不采取一些措施来提醒你。”只是这样？张颖有些急切地问：“你就没有一点吃醋吗？我们是情侣，我做了这样的事，难道你不应该痛骂我，跟我闹分手吗？”我以前怎么没觉得张颖脑子不太好使？的确，我承认当初和他在一起有一部分原因是被他的干净吸引，也动了那么一点春心。但是和拥有一个完美的作品以及能亲眼见证他的璀璨星途相比，这点春心什么都不算。我的沉默给了他答案，他有些失魂落魄地盯着我看，说：“你总是这样，永远这样，你根本就不爱我。”我不爱他。如果不爱他，我何必拼尽全力为他争最好的资源捧红他？如果不爱他，何苦讨好各方媒体，只为小心翼翼保护他？我把所有的负面和可能造成的伤害都一一为他清扫，结果却换来他用背叛去证明我对他的感情。我看着眼前这个我一手捧红的人，心里感到无比的挫败。当初我爱他的野性纯粹，如今看来不过是幼稚，幼稚的像一个撒泼打滚索要玩具的小孩。许多话哽在喉咙，可解释起来又多余。半晌我说：“你先回去吧，我累了。我知道我和他到此为止了。今天他能以爱我的名义去和丽丽上床，谁知道明天他还会做出什么更过激的事来？再说这些日子为了他的糊涂事，我跟在他屁股后面收拾烂摊子也够累了。”隔天，我整理好张颖的所有材料，准备和领导提出将张颖转给别的经纪人去负责。刚到办公室，还没来得及开口，领导说了一件事：小蓝台空出来一个比较好的综艺资源，要是能上，一夜出圈也不是不可能。他将这个机会留给我，让我决定给谁。我斟酌了一会儿，这段时间张颖惹了一些事，让公司损失了不少。如果能趁着这个节目可以出圈小火，他能帮公司带来的收益应该比较可观。虽然决定和张颖分手，并把他的经纪工作交接出去，但就事论事，我并不会介意他有更好的发展机会。说完，我把张颖经纪工作交接的事也一并和领导提了申请。看了我的申请，领导并没有表示，沉吟片刻后说道：“张颖确实需要一个更成熟的经纪人来带，你太惯着他了。这档综艺资源，你还是选一个新人来参加吧，能火最好，火不了就当是个经验。对于新人只有好处没有坏处。至于张颖，我怕是个雷，还是再看看吧。”事已至此，和领导一番商议后，最终决定选宋文白去参加这次综艺。至于张颖，我负责完张颖目前的通告，再做交接。综艺人选的公告刚发布出去，张颖便找我来质问为什么不把这次的综艺资源给他。什么叫我故意不把资源给你？难道不是吗？张颖冷笑：“你不是就喜欢宋文白这个类型的吗？看来是得手了是吧？不然也不会给他这么好的资源。”你胡说什么？这是公司和我商量后的决定，没掺杂任何私情。我耐着脾气和他解释，希望他能明白自己做的事情已经给公司带来了损失，他这段时间应该提升自己，好好经营自己的工作和人设，这样他的路才能长久，而不是在这争一时的资源。我和张颖絮絮叨叨说了一大堆，结果他在听完后却说：“少拿公司说事。”
综艺资源是公司定的，那我的经纪人换人也是公司定的吗？别和我在这里惺惺作态了。你要想给我资源，我不信你争取不过来。可你不仅想拿资源去讨好宋文白，还将我的经纪工作也要交接出去。我是真没想到，方瑶，你是这种人。我和丽丽在一起是为了气你，我还是在意你的。可你呢？你全是为了自己快活。啪！我忍无可忍，给了他一巴掌。原来当初所有费尽全力的好，在他看来却是理所应当。这就是我惯出来的男人，肆无忌惮地伤害着我。我不禁冷笑，看着这个口口声声说爱我，却因为综艺资源便变得张牙舞爪的男人，我已然提不起任何念想。滚出去！张颖看着我，眼眸黑黢黢的，看不出任何神色，随即便摔门而去。看着他离开，我从心底里涌上一股疲惫，还没等歇一会喘口气，小兰台节目负责人的电话便拨进来，要聊宋文白参加节目的具体事宜。一直忙到夜里，突然助理的电话却拨了进来。姐，你快打开软件，张颖正在直播。听着助理慌乱的声音，我知道肯定出事了。电话还没来得及挂，我立马打开那个直播平台。这个平台流量本身就大，更何况张颖也算小有名气，加上晚上本身就是流量高峰。我进去到直播的时候，在线观看人数已经将近10万。直播间的标题叫818，那个用资源泡艺人的性女经济，就差把我身份证报出来了。我静静看着直播，事已至此，再去干预更加欲盖弥彰，还不如看看张颖到底想说什么。5分钟后，直播正式开始，张颖亲口控诉我对他进行了3年的威胁。他嘴里的我，用资源和私密照逼迫他和我在一起，只要他不听话，我就会停掉他的资源，所以他没有办法反抗。而丽丽则成了他青梅竹马的正牌女友，为了他的事业不得不隐忍，却也被我威胁，现身作证说我也威胁了他，活活一对苦命鸳鸯。而我发给丽丽的那份文件成了最有力的证据，上面是对丽丽全方位的调查，坐实了我对张颖的掌控。难怪这么久丽丽也没有联系我，原来是早就和张颖商量好了。弹幕密密麻麻，全是对我的声讨。不过短短1个小时，我的微博已经沦陷，我的照片也被各种P传得全网都是。公司上层电话都打疯了，紧急开会得出的结论就是我暂时停职，反倒是张颖成了公司上下的祖宗。他搞这么一手阳谋，成了全网焦点，所以公司不能和他解约，甚至不能雪藏他，否则网友就会更加相信他说的话。离职那天，张颖和新的经纪人来到我的办公室。他的新经纪人是出了名的老好人，能力一般就是谁也不得罪，到他手里基本就是养老。我看着他，这就是你想要的？是。张颖看起来真的很高兴，你知道吗？从我遇见你那天起，你就是那么的高高在上，不论我做什么都不能让你有一丝一毫的波动。你还记得吗？专辑出圈后，我故意跑到夜店庆祝，我想你生气，想你跟我说注意我的身份，以一个女友的名义要求我，可你没有。说到这，张颖似乎有些痛苦。你没有，你只是嘱咐我不要过火，所以后来我只能不停做些你认为过火的事，让你生气。只有这样，我才能感到我在你这是特殊的。我和丽丽在一起，故意留下痕迹给你，故意找你要资源。可我做了这么多，你依旧无动于衷，我这才明白，我再怎么努力也够不到你，除非我将你拉下来。你看，我这不是做到了吗？你成了全网人人喊打的存在，公司也容不下你了。但是你终于只属于我一个人了。说完了吗？我看了眼手表，说完我该走了，车到了。张颖的笑容被我这句话凝固在了脸上，他不可置信问我，为什么？你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为什么还是这样？方瑶，你真的是人吗？你不愤怒吗？不会不甘心吗？为什么你还是这么平静？我没有回答张颖，也永远不会回答他。张颖嘴里的爱看似深情，实则恶心，在我看来一文不值。
2022年了，还搞病娇那一套，幼稚至极。从那天后，我开启了漫长的假期，只能待在家里的假期，因为每天都有狗仔蹲在我家门口，就连我扔个垃圾都会被拍。最可笑的是网上那些键盘侠，这点事也要朝我哪来的脸扔垃圾，真就没别的可喷了。索性待在家里，我更轻松。而张颖则借着这件事扶摇直上，还抓住了机会拿到了热门爱豆选拔综艺的资源。听玲姐说，她更是玩命打压宋文白，出手抢了宋文白不少资源。公司虽然恼怒她之前的作为，但她从始至终也只是抹黑了我，没有提到公司半句，反而她的粉丝经常喊话公司要对她好点。对比之下，公司放弃了我，选择了她。公司派人过来和我签署解约合同那天，张颖也跟着过来了。她眉眼都带着得意，对我说：“芳姐，我早就说过了，你会后悔的。”我没搭理她，干脆利落地在合同上签了名字。公司派来的人先一步回了车上，而张颖则没有走。他打开手机里的视频，是 B 站的一个关于我的鬼畜剪辑，自然骂我的。方瑶，听见大家是怎么骂你的了吗？你偏爱宋文白是你这辈子走的最错的一步棋。我看着他，哦，所以呢？不过没关系，他想要握我的双手被我躲开了，我不会嫌弃你现在帮不上我的，只要你愿意，我们还是地下情侣。我有点想笑，你最近不是和某位女艺人打得火热吗？你吃醋了？张颖语气有些兴奋。你放心，他只是逢场作戏而已。我没在说话，逢场作戏而已，需要在女方家里待一整夜吗？张颖以为我离开公司就失去了一切，可我以前的人脉还在，只要我想，自然能知道他这段时间都做了些什么，包括他和那位女星的一夜快活。和炒作无关，单纯就是两个人喝了酒没管住自己罢了。比他和丽丽更让我恶心。张颖被我赶了出去，也正是签署离职解约合同的当天，我和丽丽相约去了空中餐厅吃下午茶。我之所以说张颖幼稚，就在于此。他利用感情让丽丽做他的证人，但我也能用金钱让丽丽背弃他，登上我这条船。考虑的怎么样？我喝了一口咖啡，问他：“你现在都已经失势了，你说的那些条件真能兑现？我虽然离职，但人脉还在，将你送到国外深造还是绰绰有余的。”早在张颖直播后的第3天，我就把丽丽约了出来。我许诺她将她送到法国深造，且会给她一笔足够挥霍的钱，让她帮我。她说要考虑一下，然后就在今天主动把我约了出来。张颖应该不再和你联系了吧？哼，狗男人！丽丽骂了一句，用我的时候就宝贝长宝贝短，不用我了就一脚踢开。你说这人是不是贱得慌？你不知道吧？最开始是他主动找的我，而且滚完床单就告诉我他有女朋友。我当时觉得这人绝对是个疯子。那你还跟他搞？嗨，谁让他身材好嘴又甜呢？丽丽感慨。再加上我这个人胜负欲比较强，就想着要是能把他从你手上抢过来，该多爽啊！我笑了一声。丽丽叹气，抢是抢过来了，不仅不爽，还被拖进了一趟浑水里。现在想想，除了脸，他还有什么值得我图的？要钱没钱，要资源没资源。我真想看看，要是张颖听见这番话会是什么脸色。毕竟在他看来，丽丽爱他爱得要死。可惜他不懂，圈子里的人都实际得很，为了达到目的，爱1分也可以演出12分。可怜他自认给我设了死局，实际却八面漏风。你叫我出来，应该不是为了骂张颖的吧？我提醒丽丽，正事要紧。也对，我可以帮你，但你要先付一点定金，这样我才能相信你不是画大饼。我点头，示意他看手机。银行来的短信，数字后面的一串0让丽丽笑容都变得狗腿起来。她主动端起咖啡杯和我碰了一下，说：“祝我们合作愉快。”我不置可否。临走时，丽丽问我：“真的能狠下这个心吗？”我也这么问过自己。我曾对张颖抱有很大期望，也盼着能靠她实现我的野心。
甚至不能否认的是，我也对他真的动过心，想过和他一起过平凡日子是什么样的。就连发现他出轨后，我还愿意给他一次机会。现在想来，还好我头脑够清醒。张隐对我的爱不过是因为够不着，一旦他够着了，我就真的会成为那个又老又胖的丑女人，平白蹉跎一生。无关乎什么舍不舍的，他将了我一军，我还回去，从此我们两清。至于以后他还能不能翻盘，都跟我没关系了。和丽丽定好计划后，我就一直在等时机，直到张隐被拍到和一位小花共赴温泉会所。起初我还想，张隐竟然死性不改，和女星快活，又被拍到。但转念一想，这个小花虽说不是当红，但家世不凡，只是近几年低调而已，犯不着和张隐有一腿。我仔细研究了一下爆料的账号和拍摄的画面镜头，果不其然，这次爆料是张隐和他的新经纪人的特意安排。一般来说，故意制造这种男女关系擦边的爆料，无非两个目的。一个是为了故意虐粉，虐粉之后提纯，让粉丝的粘性和包容度有都提高。但张隐现在的人设是和青梅竹马一起忠贞不渝的深情男人设，以这种擦边爆料来虐粉，只会招来负面。如果不是虐粉，这样爆料的目的就只剩下一个了。我托朋友帮忙查了一下公司最近重点关注的项目，果不其然，张隐正在接洽一部网文改编剧的资源，小花是确定的女一号，而男一号现在还悬而未决。张隐的算盘再明显不过了，以这种男女关系绯闻爆料，虽然兵行险着，但小花已经被卷进来，双方迟早要官宣新剧，加上有以这一波绯闻的推动，届时如果张隐是男一号，掀起的热议显而易见。这算盘打得可真响，可惜就是太急了。这件事爆出来没多久，网上的大部分的评论焦点都在引导小花和张隐是因为才华相识成为好友。虽然也有不少质疑张隐感情不忠、出轨的声音，但都被平控。按理说，下一步就是要进行剧的官宣动作了，可事情也在这时来了反转。事件的起因是不断有张隐的CP 粉跑到小花的微博下面攻击小花是小三，各种辱骂的词汇不堪入目。小花的粉丝也开始迅速回击，称张隐不过是来趁小花的热度，新专辑扑街，这才想着转型做演员吧。一来二去，双方粉丝的争执一度上了热搜。没多久，又有自媒体开始爆料，小花主演女一号的新剧将与张隐搭档合作。而这条爆料下面的评论清一色全是负评，双方粉丝将战场蔓延至此。如果不是事情发展到这个程度，按照正常的宣传逻辑，此时小花、张隐和电视剧的制作方应该出来官宣了。但现在没有一方出来辟谣，显然都是在观望，想着让子弹再飞一会儿。可就在这时，张隐突然跳出来接受媒体采访，表示自己也希望能有更多的跨界机会，去迎接不同的挑战。明里暗里，逼宫的意思就很明显了，就差把自己希望出演影视剧的信息直接发条微博了。我带了张隐这么多年，这么不专业的举动，很明显是张隐的自作主张。一时间，小花的粉丝骂得更凶了，而张隐的乐粉也开始评论他不务正业。网上的争吵沸沸扬扬，而漩涡中心的另一位正主小花正坐在我面前，和我喝着下午茶。虽然因为张隐，我几乎被人人喊打，但圈里的输赢不看一时。早在他俩最早的爆料信息出来时，我便找到了小花。故意制造男女关系绯闻，这里面的风险小花也清楚，而我只需要和他证明这个风险是注定会发生的负面就可以。为此，我找人买通了张隐粉丝后援会的人，尤其是张隐和丽丽的 CP 粉，让他们去小花微博引起争吵。张隐的粉丝当初踩我有多狠，就有多好煽动和利用。剩下的事情我还需要推波助澜，事情自然会往崩坏的方向走去。小花佩服着我的手段高明，我摆摆手。再好的手段也得有施展的空间，我的手段不高明，只是张隐做人太差。
网上对于张颖不务正业、欺骗粉丝、蹭女星热度的讨论还没有停，我给他安排的下一波大菜已经上桌。爆料媒体发出了丽丽在酒吧独自饮酒、痛苦流涕的画面。转眼间，张颖抛弃青梅竹马、攀附女星的新闻再一次引爆娱乐焦点。趁着事件发酵的热度，丽丽就在我的安排下开了一场直播。丽丽直播称张颖骗情骗炮，利用她的感情让她做伪证抹黑我。丽丽作为一个半素人，在上一次张颖抹黑我的直播中，被塑造成和张颖同甘共苦的落难鸳鸯，本身人设不错，再加上她直播时的情真意切，直播间的大多数人基本都信了。但很快，张颖的粉丝大军就来了，说丽丽是收了我的钱，将她喷得狗血喷头。看着热度差不多了，我给她打了电话，让她下播。临下播时，丽丽哭得梨花带雨，在镜头前说道：“是我只是一个小模特，配不上你们哥哥，要不然也不会被他甩了。他现在有了更好的选择，我也很想祝福他，可是凭什么？凭什么痛苦的只有我一个？”直播结束，话题直接上热搜。关注的路人直接将张颖归类为是一个为了攀高枝甩掉青梅的陈世美，更别说她刚得罪了小花，她的粉丝正死咬着不放，乐于看她倒霉，立刻将这件事炒上了热搜。这一套下来，公司想控制也控制不住了。当晚，张颖跑来了我家，我开门让她进来，一如之前每次幽会一样：“是你做的，你收买了丽丽。”我害怕她录音，所以没有承认，只是说：“如果你觉得是我做的，就拿出证据来。”张颖失魂落魄地重复：“你要毁了我，你竟然真的要毁了我！”我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底气，会觉得我不会报复回来，觉得有些可笑。张颖，是你先捅了我一刀，又何必做出这般可怜模样？你不懂吗？张颖说：“我做所有的一切都只是为了可以真正的和你在一起。我想你能看见我，想你能平等的对待我。我是因为爱你，你为什么就是不明白？因为爱我，所以你和别的女人睡一起；因为爱我，所以你造谣抹黑，害我被公司开除。我不求你记着我挖掘你的恩情，至少别把我们的关系变得如此恶心。你当我想吗？”张颖面目有些狰狞，可我有什么办法？明明是你喝醉了和我搞在了一起，明明是你亲口答应和我恋爱，可你却总是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架势。但凡你软和一点，对我好一点，我也不会这样做。我和他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尽心尽力去为他争资源，在公司力排众议为他接通告，动用一切能用的人脉给他铺路。可在他看来，我竟然对他不好。他的三观已经彻底扭曲了，我掰不过来。我走到门口，慢走，不送。张颖却摇摇头：“我不走，我不会走的。方瑶，我要你属于我，只属于我。”这话让我眼皮一跳。下一秒，张颖死死抓住我的手腕，将我压在地上，动手撕扯着我的衣服。我狠狠给了他一巴掌，吼道：“放开我！你想进局子吗？没所谓，我什么都不在乎，我只想要你。”张颖神色疯狂，竟然掏出手机想要拍下我的不堪照片。我奋力挣扎着，可力气比他差了太多。张颖举着手机，阴恻恻说道：“方瑶，这是你在我面前第一次失态，你就是个神经病。对，我是疯了，不然我也不会对你这么一个毫无魅力的女人着魔。方瑶，你长相寡淡，身材也一般，我也想不明白我到底喜欢你什么，可我就是发了疯，想要得到你。”张颖不停羞辱着我，什么词难听说什么，仿佛这样就能填满他虚荣的空洞。他要的从来都不是爱，是征服，而骨子里却是懦弱与自卑。趁着他沉浸在自己世界里，我瞅准机会，一脚踹在了他的裆部，然后抢过了手机。还好，他没有拍照片，而是录了视频。我删除了本地和云端，这才松了一口气，拿起电话报了警。警察来得很快，张颖被带走的时候，还有些神志不清。起初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在风口浪尖上来找我，甚至对我大打出手，直到我看到了他的尿检结果。
他竟然吸了笑气，虽然算不上毒品，但依旧是违禁品。难怪他会神志不清地跑过来，还企图用不雅视频来威胁我。最终，张颖被拘留15天。我没有让丽丽停手，而是让她按照计划开了第2场直播，并放出来了一些录音作为证据，证明张颖是故意构陷我。这些证据自然是丽丽留下的，但我也没有说出张颖吸食笑气被拘留的事，这是我底牌，和公司谈判的底牌。果然，公司在第2场直播结束后找上了我，让我严格保密张颖吸笑气的事，因为难免会牵连到公司其他艺人。条件是我回公司复职并升任经纪总监。我没有不同意的道理，但也开出了我的条件。我要公司公开声明，丽丽所说一切属实，坐实张颖抹黑我的事。公司当然不愿意，毕竟张颖处在事业上升期，可我有把柄在手，给公司的选项只有2选1。最终公司妥协，发布了声明，称调查后证实丽丽说的属实，并宣布了我复职升任的事。公告一出，网上朝张颖的就更多了。不过和吸食笑气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呢？15日后，张颖回到公司，一切已经尘埃落定。丽丽已经去了法国，而我也成功翻盘成了所有人同情的对象，甚至还有了自己的后援会。有些女生通过这件事发现我为人干练冷静，要以我为榜样。张颖曾说我是一个毫无魅力的女人，现在看来并非如此。即便我长得不漂亮，身材有些胖，但我依旧是她够不着的高高在上的月亮。这一辈子都是。重回公司的张颖，资源下降了不止一个阶梯，人也老实了很多。为了避风头，也为了将对他的投资捞回本，公司将他送去了韩国当练习生。韩语有多苦，我是知道的，但愿他能承受这份苦。事情过去1年后，听朋友说起张颖，他在韩国吃得不好，压力又大，训练也跟不上，所以每天都很崩溃，一度想和公司解约，却因为付不起高昂的违约金作罢。至今还在韩国煎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被捞回国。至于我，在他之后又带了好几个艺人，自然也包括那个被他针对过的宋文白。他们不仅长相相似，同样相似的还有酒会之后，宋文白敲响了我的房门，对我传达出暧昧的信号。只是这一次我没有开门。张颖教会了我，利益就是利益，永远别掺杂感情。精彩故事下期更精彩，感谢收看。